这辈子最解气的事，莫过于在婆婆把我逼到绝境的那一刻，亲手扯下了她戴了一辈子的虚伪面具，让那个给公公戴了半生绿帽的女人，最终落得身无分文、众叛亲离的下场。她出进我家门就摆婆婆架子，不让我喊老公，说喊老公会折了她儿子的福气。我忍了这份无理，可她却得寸进尺，教我的小儿子骂我坏女人，甚至将我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剪得粉碎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她这哪里是守旧，分明是为老不尊，心术不正。既然她非要把路走绝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情分，拼个鱼死网破。我曾有个人人羡慕的幸福小家，和老公陈强结婚3年，儿子陈诺活泼可爱，日子平淡却温馨。可婆婆的突然登门，像一颗老鼠屎，搅浑了这一池清水。那天她第一次来城里，我满心欢喜的想好好招待，笑着对陈强说：老公，妈第一次来，咱们带她出去吃点好的。话刚说完，婆婆的脸瞬间拉了下来，语气尖酸：一路上就听你喊老公了，把我儿子的福气都喊没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喊宫里的太监呢，以后必须叫先生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刁难弄懵了，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。前一秒还对我横眉冷对的他，转头看到我儿子，立马换了副嘴脸，满脸堆笑的凑上去，眼角的褶子挤成一团。我乖孙儿最棒，一下就给老陈家生了大胖小子，我儿子才不是太监，最有本事了。小家伙嘴馋，抵不住他手里的糖果，含糊不清的喊着爸爸最棒。他兴奋地抱着孩子的脸狠狠嘬了一口，那清脆的吧唧声听得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只想立刻把孩子抱去清洗。我瞬间明白，他这是想搞去母瘤子的精神洗脑，想把孩子彻底绑在他身边。我下意识看向陈强，指望这个枕边人能替我说句公道话，可他接触到我的目光，却心虚地缩了缩脖子，转头对我说：小南，妈说的也对，叫先生多好听，以后咱就这么叫吧。那一刻我气得心口发闷，可想着大过年的，就忍下了这口气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的退让使他的作妖变本加厉，彻底搅乱了我的生活。转眼到了陈强的生日，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商量怎么庆祝。婆婆死活不肯出去吃，非要亲自下厨，说要展示自己的母爱。那天陈强窝在沙发上打游戏，随手剥了一半橘子递给我，顺口问了句我想吃什么。这本是夫妻间最寻常的温情，却像踩了婆婆的尾巴。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橘子塞进自己嘴里，尖着嗓子骂：你是他媳妇儿，怎么不知道问问我儿子过生日想吃什么？嫁到我们老陈家还想当公主不成？看着空空的手心，我血压瞬间飙升。陈强深知我的脾气，生怕我掀桌子，赶紧出来和稀泥。小南，妈不知道咱家的习惯，你让着点她。我看着婆婆斜眼瞧我，一脸得意的模样，心里冷笑连连。从前我们家的日子温馨和睦，自从这个搅屎棍来了，就再也没有安生过。她显然是把我的教养当成了软柿子，可她不知道，我这人看似温和，骨子里却带着股韧劲。既然她非要作死，那我这个孝顺儿媳便好好陪他玩玩。陈强生日那天是周六，前一晚我加班到凌晨，本想好好补个觉，可天刚亮，头顶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儿子正揪着我的头发死命往后扯，小脸憋得通红，嘴里念叨着：俺猪不做饭。不用想，这话定然是婆婆教的。我再也没惯着她，反手抓住她的头发轻轻一转，听着她嗷嗷大哭，我心里那股憋闷才算散了点。哭声刚起，婆婆连门都没敲，直接撞开房门冲了进来，把孩子搂在怀里，心肝肉似的哄着，转头对着我破口大骂，说我把孩子打傻了。我刚想回怼，视线却突然定格在他身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身上穿的竟是我藏在柜子最深处，连自己都舍不得穿的那条裙子。那是2年前母亲因肺癌去世时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无数个思念母亲的夜晚，我都是抱着这条裙子入睡，上面仿佛还留着母亲的温度和味道。如今这件于我而言无比神圣的东西，却紧紧绷在她满身赘肉的身上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我几乎是弹射着从床上起来，指着她厉声道：你马上把我的裙子脱下来，你不许穿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裙子，你给我脱下来。可她不仅毫无愧疚，反而得意地扭了扭水桶般的腰肢，语气鄙夷又恶毒：不就是件破裙子吗？放在柜子里也是发霉，你妈都去世了，衣服也穿不上了，我替她穿怎么了？嫁给我儿子，我就是你妈，这衣服穿在我身上那是给你面子。字字句句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之前她的百般作妖我都能忍，可唯独拿我去世的母亲开涮，触碰我的底线，这是绝不能善了。我气得血液倒流，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，只想扒下这件被她玷污的衣服。她起初还想躲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可我此刻红了眼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让她脏了我母亲的遗物。拉扯间，陈强冲了进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推倒在地，我摔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一股浓郁的铁锈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。看着这个只会窝里横的男人，我知道硬碰硬最终吃亏的只有我自己。
只能死死盯着趁机爬起来的婆婆。她见有儿子撑腰，立马扯掉嘴里的布，瘫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哭嚎着说我要杀人。我强忍着身上的剧痛回怼，我杀谁？那裙子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你凭什么穿？凭什么糟践？话音刚落，婆婆眼中闪过一丝恶毒，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。再回来时，手里竟多了一把锋利的大剪刀，伴随着咔嚓的刺耳声响，那条承载着我所有思念和回忆的裙子，在她手里顷刻间化作满地碎布。我疯了一样想扑过去抢救，却被陈强像钳子一样死死箍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遗物变成一堆垃圾，心像被巨石堵住，连呼吸都觉得疼。今天你要是不好好教训你这媳妇儿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！婆婆坐在地上，撒泼似的怒吼：向南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是一条破裙子吗？那可是我妈啊！最终抬手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冰冷的声音砸在我心上，这一巴掌彻底把我打醒了。是啊，她是她的亲妈，我又算什么？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被毁，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一记耳光。这份婚姻，这份亲情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可笑。我没理会那个想扶我又不敢的窝囊废，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，一点点捡拾着母亲遗物的碎布。爬到婆婆脚边时，她那张肿胀的脸上露出一丝阴毒的笑，抬起肥硕的大脚，恶狠狠地踩在那块最大的碎布上。我抬头，视线穿过模糊的泪水，死死盯着那只又黑又胖的脚。我猛地弯曲手臂，手肘如铁锤般对着她的脚面狠狠砸了下去。陈强手忙脚乱地扶着他母亲，一边还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埋怨我下手太重。趁着他们乱作一团，我眼疾手快地收好所有碎布，塞进床头柜，然后猛地发力，将这对母子连推带踹地轰出了房间。砰的一声反锁房门，任凭婆婆在外面把房门踹得震天响，我也懒得理会，反正脚疼的不是我。房间里终于恢复了久违的安静，我回身靠在门上，却看到墙角有个瑟瑟发抖的小身影，是我儿子陈诺。看着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刚才的恨意瞬间散去。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心一软，走过去轻轻把他搂进怀里。可温情不过3秒，这个我捧在手心里养大的孩子，竟狠狠咬了我一口，嘴里喊着：“不，妈妈，坏女人！”看着他跑远的背影，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也彻底凉透了。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几个小时，我一遍遍复盘整件事。老公是妈宝男，事事向着他母亲；儿子被婆婆洗了脑，成了白眼狼。在这个家里，我成了孤家寡人。可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的走。婆婆从前在视频里装的通情达理，如今突然性情大变，百般作妖，这里面肯定藏着猫腻，不把这层皮扒下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晚饭时分，陈强敲开了房门，一进门就嬉皮笑脸的认错：“媳妇儿，是我混蛋，你打我几下消消气行不行？”看着他这副虚伪的嘴脸，我玩味地勾了勾唇角，抬手一巴掌甩了过去，没有留半分情面，打得我掌心发麻。他捂着脸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估计怎么也没想到我真的敢下死手。好了，消气了，吃饭。来到餐厅，婆婆顶着一张猪头脸端菜，还不忘用那双三角眼斜我。只有我那个被洗脑的儿子拿着勺子在盘子里乱翻，我刚想管教，婆婆立马护犊子：“乖孙，别吃你妈叫的外卖都有毒，她心思歹毒，就是想毒死咱们娘俩，好卷了房子车子，跟别的男人跑。”这话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，看着儿子惊恐地扔掉鸡腿，我脑子里的弦彻底断了。我转身冲进厨房，在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冰凉的刀刃已经贴上了婆婆的脖颈。我冷冷地说：“刚才的汤里，你要是嫌毒死得太慢，用不用我现在就弄死你？”餐厅瞬间陷入死寂，陈强吓得说话都带着颤音，一个劲地求我把刀放下。看着婆婆快要吓尿的表情，我冷笑一声，慢慢移开刀锋：“怕有毒啊，那就都别吃了。”我猛地掀翻了桌子，盘碗碎了一地。自从生日那天我亮了刀，这把菜刀就成了我的半永久挂件，走到哪带到哪。婆婆确实被吓住了，每次想找茬，眼神一扫到我腰间的菜刀，到嘴边的脏话就得应验回去。可她正面刚不过，就开始钻空子，变招法的恶心我。这天我刚上完厕所，马桶突然堵了，脏水漫了一地，婆婆凑过来，一张嘴就干呕，黄汤顺势流进了嘴里。这一下她呕得更欢了，我也怕她发疯，赶紧往后躲。结果他视线被脏东西糊住，一头扎进了还在冒泡的马桶里。不得不说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他这一头扎进去，借着那股冲劲，马桶竟然奇迹般的通了。看着他那一头狼狈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鼓掌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你一出手，马桶就通了。丢下一句让他收拾干净，我抱上儿子就冲出了家门，身后只传来他震天响的怒吼。到了楼下，我都没忍住笑。儿子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开心，我说因为妈妈猜到奶奶今天会把厕所刷得特别干净，所以开心啊。那时的我还在为这一记使盾反杀洋洋得意，
却不知道那个老东西早就憋着更狠的阴招，在后面等着我了。第二天，我带孩子去公园玩，婆婆非要跟着，美其名曰帮我看孩子，我没拒绝，却没想到这竟是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。到了公园门口，儿子指着奥特曼气球撒娇，我应了一声，转身扫码付款。可等我拿着气球回头时，儿子陈诺竟然不见了。我疯了一样喊着他的名字，四处寻找，公园里到处都是人，却始终看不到孩子的身影。只有婆婆慢悠悠地从跳舞的人堆里钻出来，我急得火烧眉毛，问她看没看见孩子，她却一脸无辜地反问：没有啊，他刚才不是跟着你买气球呢吗？那一刻，我心凉了半截。我儿子天生胆小，绝不可能跟陌生人走，除非是被人故意带走了。我掏出手机就要报警，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冲上来，一把抢走我的手机，劈头盖脸地骂我连个孩子都看不住。把手机给我，孩子丢了，我得马上报警。我嘶吼着去抢，争抢中，她往后一躲，顺势摔倒在地，开始撒泼。哎呀，活不了啦！大家来评评理呀！当妈的把孩子弄丢了，还要打我这个老婆子！周围的人瞬间围了上来，指指点点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顾不上旁人的目光，发狠地抢回手机报了警，又给陈强打了电话，吼着让他赶紧滚过来。警官很快赶到，搜遍了整个公园都没有找到孩子。最绝望的是，调取监控时发现公园有一条小路，正好是监控盲区。听到监控盲区这4个字，我两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剩下无尽的恐惧。陈强赶到的时候，警官已经走了。我正哭着在公园里发寻人启事的传单，他一过来没有半句安慰，反而对着我怒吼：小南，你怎么回事？在家跟我妈吵就算了，怎么还在公园里打她？我泪眼婆娑地看着这个我精挑细选的男人，一步步逼近他，把手里的传单狠狠甩在他脸上。承诺丢了，你儿子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还有心思管你妈那些矫情事儿？你还是不是人？闻言，陈强似乎才反应过来孩子丢了的事，但他并没有安慰我，反而立刻调转枪头质问我：你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每天满脑子就想着怎么跟我妈作对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火彻底压不住了，把手里厚厚的一沓传单全都狠狠摔在他脸上，撕心裂肺地喊：孩子丢了，难道是我愿意的吗？是你妈说好了过来帮我看孩子，结果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看着眼前这个不可理喻的男人，我只觉得心寒彻骨。你心里只有你妈，我们离婚吧，你跟你妈过去吧。陈强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，反倒是旁边一直装柔弱的婆婆开了口，她一脸刻薄地说：别拿离婚威胁人，有本事就真离，正好给我们家腾地方，我还怕我儿子找不到更好的。我转头看向陈强，只见他惊讶地张着嘴看着他母亲，自始至终都没有替我说半句反驳的话。看到这儿，我彻底下定了决心，不管孩子找不着得回来，这个婚离定了。扔下一句谁不离谁是孙子，我转身又去打印了1000份传单，像个疯子一样在公园附近发放，一直发到半夜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眼泪根本控制不住的往下流，焦虑的不停刷手机，搜索怎么才能快速找到失踪的孩子。即使理智告诉我这些搜索都是徒劳，但我现在除了这些，根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可越搜，我的心越凉，屏幕上全是被拐儿童的悲惨遭遇，心疼的像被刀割一样。就在我陷入绝望时，一个陌生号码突然打了进来，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立刻接通。那头是个好心人，说今天在长虹公园跳广场舞，刚翻看视频时，好像看到了我儿子。听到这话，我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，连声道谢后，赶紧加上了他的微信。很快，视频发了过来。我点开一看，视频里的孩子的确是我儿子陈诺，而他此刻正被一个陌生老头领着往公园外走。我心里满是诧异，陈诺平时是个特别怕生的孩子，怎么会那么安静乖顺地跟着一个陌生老人走呢？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凌晨3点，但就孩子就是要跟时间赛跑。我顾不上疲惫，穿上衣服就准备直奔派出所。这一动静惊醒了旁边的陈强，他迷迷糊糊地问我去哪。我冷冷地说：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，管好你妈就得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出门直奔派出所，把那段视频交给了警察。很快，警方就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那个老头的家庭住址。当看到地址的那一刻，我后背一阵发凉，那竟然是陈强乡下老家的位置。联想到陈强和他母亲那副丝毫不紧张的嘴脸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炸开：孩子根本没丢，就是被他们故意藏起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恶心我，逼我妥协。虽然满肚子疑问，但救人要紧。早上通往村子的路有一段特别难走，警车开不进去，我顾不上那么多，跳下车就往村里狂奔。当我带着警察气喘吁吁地踹开那扇大门时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我那失踪了许久的儿子，此刻正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，悠闲地吃着棒棒糖。看到孩子安然无恙，我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
激动地扑过去想抱他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我如遭雷劈。陈诺看见我，就像看见了什么妖魔鬼怪，迅速躲到了那个老头身后。我以为他是被吓坏了，强压着颤抖的声音哄他：陈诺，别怕，妈妈把警察叔叔带来了，我们回家。可他不仅没有半点开心，反而从老头身后探出个小脑袋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嘴里喊着：臭女人，我才不要跟你回去，我要和爷爷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停止了流动。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，竟然张口闭口骂我是臭女人。我试图用童言无忌来安慰自己，颤抖着问他：陈诺，你不认妈妈了吗？我是妈妈啊。可陈诺只是舔了舔手里的糖，一脸嫌弃地说：我不要你当我妈妈了，你从来都不让我吃糖。爷爷这里有好多糖，还有好多好吃的。仅仅是因为一块糖，我就被亲生儿子抛弃了。我瞬间红了眼。他是痰湿体质，一吃糖就咳嗽不止，每次都要咳上好几天。急火攻心之下，我冲上去就要强行带他走，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棒棒糖，扔在地上。看着碎成渣的糖，陈诺彻底爆发了，在我怀里疯狂扑腾哭闹。那老头见状也伸手来抢孩子，嘴里还数落着我不会当妈，不配养孩子。我死死护住孩子，指着那老头大骂：你这个偷小孩的，遭天谴！警察见状，立刻上前，一把将老头按在墙上制服。也就是在这一瞬间，陈诺猛地一口咬在我手上，钻心的疼痛让我下意识松了手。看着手背上渗血的牙印，再看着眼前这个满地打滚、不停骂我的孩子，我的心终于被彻底伤透了。一点点的凉从心底蔓延到四肢百骸，我慢慢直起腰，在心底默默放弃了这段母子情分。这个孩子已经被他们教坏了，再也不是我那个乖巧懂事的儿子了。而被按在墙上的老头此时却慌了神，对着警察大喊：长官先生，我真的不是人贩子，我是这孩子的亲爷爷，你要不信给他奶奶打电话。亲爷爷？我听了忍不住笑了，我公公都去世好几年了，这会儿从哪儿冒出来个亲爷爷？但警察还是按流程让他打了电话，没想到电话那头真的传来了我那个婆婆的声音，语气急切地解释着什么。等我们回到城里的派出所时，陈强和他母亲早就等在了那里。一看见我们，婆婆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儿子抱了过去，小声问：喂，孙爷爷家好玩吗？是不是有好多好吃的？那亲热的劲儿哪里像是刚丢了孩子的样子，分明就是早有预谋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就见我儿子陈诺从兜里掏出一把糖，举到婆婆面前：奶奶，你没骗人，爷爷家真有好多好吃的，还有好多糖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瞬间跟明镜似的，哪里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人贩子拐卖案，分明是这个死老太婆自导自演，把孩子藏到了乡下，就是为了让我着急上火，让我向她低头服软，纯粹是为了恶心我。可陈强这个蠢货显然还被蒙在鼓里，他一看到那个所谓拐走儿子的老头，眼珠子瞬间充血，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是一记老拳。这一拳下的死手，直接把那老头的门牙都崩飞了。那一刻，婆婆彻底吓疯了，一把推开陈强，心疼的给那老头擦嘴角的血，嘴里还支支吾吾的想跟警察解释。警察看着这乱糟糟的场面，直接拍了桌子，严肃警告：这事儿可大可小，故意藏孩子报假警，搞不好是要坐牢的。一听坐牢两个字，婆婆彻底慌了神，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不面子，一把抓住陈强的胳膊，哭喊着：陈强，别打了，他是你亲爹，亲爹啊！此话一出，现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陈强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在婆婆和那老头之间来回扫视，脸上写满了震惊和茫然。我也顺着视线仔细打量了一番，不得不说，基因这东西骗不了人。陈强的眉眼轮廓跟这老头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陈强瞬间尴尬到了极点，搓着手跟警察赔笑脸，一个劲地说这是家庭误会，想把这事儿糊弄过去。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心里的火蹭的就上来了，爽完我就想一走了之。没门！别听他瞎说，我公公早就去世好几年了，这人我压根儿不认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他拐走了我儿子。我扯开嗓子大喊，这一嗓子直接把陈强吓得脸都绿了，拼命给我使眼色，想让我闭嘴，但我全当没看见。婆婆更是气得跳脚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，说我是搅家精，转头又卑微地跟警察解释，说这真的是一场误会，是他一时糊涂。警察被我这一搅和，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，要求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否则绝不轻易罢休。婆婆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她把陈诺推到前面，指着那老头问：外孙，你认不认识他？他是谁啊？看着警察威严的样子，儿子缩了缩脖子，小声说：叔叔，他是我爷爷，我是跟他回家拿好吃的去了，不是被拐走的。当事人都开口了，这回我想闹也没了借口。确认是一场乌龙后，警察把我们狠狠教育了一顿，
警告我们以后不许再胡闹，然后就把我们放了。看着陈强扶着他那个刚被打掉牙的亲爹，我冷着一张脸跟在后面。虽然今天这事儿不了了之，但看着这一家子鸡飞狗跳的背影，我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回去的路上，所有人都默契的一言不发，没有人愿意为这件事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也没有人对我道一句歉。我也无所谓了，毕竟我们很快就不是一家人了，都要离婚了，谁还在乎这点解释？回到家，我径直回了房间，打开电脑，迅速拟了一份离婚协议。半夜，我去上厕所，路过婆婆的房间，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她在门上仔细听着，婆婆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哽咽：“陈强，妈不瞒你了，当年我和你王叔情投意合，你其实是你王叔的孩子，不是你那个死鬼爹的。现在你那个爹没了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能团圆了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好家伙，合着之前他拼命赶我走，处处找我麻烦，是急着给他的老相好和亲儿子腾地方呢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屋里沉默了几秒，陈强只低沉地回了一个字：好。你那个媳妇儿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也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既然咱们一家团聚了，你就跟他离，以后让你王叔当家，咱们家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，还怕找不到新媳妇？妈，您别哭，我肯定不让您受委屈，明天我就跟他离。陈强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决绝。听到这儿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砰的一声踹开房门，看着屋里惊慌失措的3张脸，冷笑道：“不用明天，我现在就通知你们，这婚我离定了。”离就离，丧门星赶紧滚出我们家！婆婆见被撞破，也破罐子破摔，对着我大喊：“你们家，麻烦搞搞清楚，这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车是我爸送的嫁妆，跟你们老陈家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离婚，该滚的是你们。”我毫不客气地回怼：“结了婚就想分一半，你说的不算。房子车子归我，孩子我也要带走，你们收拾东西净身出户吧。”不行，陈强，我就这一个带把的孙子，这是老王家的独苗，绝对不能让他带走。婆婆一听我要带走孩子，瞬间急了，死死拉着陈强的胳膊，看着他们为了这个皇位继承人急得团团转的样子，我心里暗爽，鱼儿终于上钩了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在乎孩子，这样我才能掌握主动权。陈强被他那对真爱父母逼得没办法，咬着牙跟我谈条件：孩子归我，房产归你，存款平分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平分？你想得美！儿子，钱还能挣，孙子不能没呀！答应他，赶紧答应他！婆婆一听要曝光陈强的身份，瞬间慌了，急忙催促着陈强。陈强颓废地点了点头，答应了我的所有条件。回到房间，我在离婚协议上重重地补了一条：抚养权归男方，女方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，且拥有永久探视权。但我心里早就决定，此生不再见孩子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3岁看老，那孩子被他们教的自私、冷漠、蛮不讲理，眼神里透着的自私和陈强如出一辙。既然是渣子，那就让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烂在一起吧，我不奉陪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强就看到了我放在客厅的离婚协议书，那些财产分割的条款，他昨晚就已经同意了。只有关于孩子的这一项，我没有明确跟他提过。他看着协议，皱着眉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抚养费我要，探视权你可以有，但你不能这辈子都不见孩子吧？”我画什么，你签什么就好。你是跟我去离婚的，不是来跟我谈条件的。再说了，咱俩离婚了，孩子归你了，也不至于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吧？法律也不允许啊。我写的是拥有永久探视权，去不去看是我的自由，不想签也行啊。那就换个方案，孩子归我，以后跟你们老陈家、老王家都没关系。话音刚落，一直躲在门外偷听的婆婆瞬间冲了进来，对着陈强大喊：“去，现在就去签字离婚！儿子，你傻呀？这样以后没人跟你抢孙子，他还能每月给咱们打钱，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？”有了婆婆这神助攻，陈强哪怕脸色再难看，也只能乖乖按了手印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拿着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浑身轻松，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。接下来就是扫地出门，看着满屋子乱糟糟的行李，婆婆还想跟我耍无赖，拖延时间，想继续住在我的房子里。我没废话，直接掏出手机：“喂，搬家公司吗？多带几个壮汉过来，这儿有堆垃圾，需要扔到楼下去。”一听我要动真格的，陈强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拽着他母亲开始收拾东西，连1秒钟都不敢耽搁。半小时后，看着整整齐齐站在客厅的一家4口，婆婆、陈强、他的亲生父亲，还有我的前儿子陈诺，
我不禁感叹这老太婆的持家能力，她是真不客气啊，连厕所剩下的半卷卫生纸，还有我的2包安睡裤都塞进了箱子里，恨不得把我家搬空。临出门，婆婆还不忘回头啐了一口，放狠话：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我们卖了老家的房，在城里买个更大的，比你这破房子好多了。我笑着把最后一个垃圾袋踢出门外，回怼：那我就提前祝你们全家，要饭都要到热乎的，关门前能讨到一口吃的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我那3岁的儿子，他正趴在他那个刚相认的亲爷爷背上，死死地瞪着我，那眼神里没有一丝对母亲的不舍，只有和那老太婆如出一辙的怨毒和憎恨。原本我心里还有的一丝愧疚，在这一刻烟消云散，荡然无存。这白眼狼谁爱养谁养，与我无关。送走了这群瘟神，我感觉家里的空气都甜了好几度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暖洋洋的。没了这一家子的极品，也没了孩子的牵绊，我的生活终于回归了清静。我立马给乡下的父亲打了电话，把他接了过来，准备和父亲一起过个清静开心的肥年。大年30那天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。我正在超市里采买年货，准备和父亲好好吃一顿年夜饭，突然接到了陈强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：小南，你快来医院，陈诺受伤了，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听到陈诺受伤这4个字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毕竟是我生的孩子，血浓于水，难免会有一丝担心。但转念一想，离婚协议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孩子的抚养权归他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冷笑着对着听筒回道：你脑子不好就去治，现在他也是你一个人的儿子，孩子受伤了，找医生去，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复活术，治不了他的伤。行，跟我玩这套，打感情牌是吧？虽然知道他们没憋好屁，但这热闹我还真得去看看，倒要看看他们又耍什么花样。到了医院，我推门走进病房，好家伙，这哪里是病房，简直是古罗马斗兽场，一片狼藉。陈强头上缠满了纱布，像个印度阿三，正窝囊地缩在角落。病床上，我那前儿子陈诺脸色惨白，闭着眼睛躺着，而病房门口正站着一群气势汹汹的陌生男女，个个面色不善，看起来来者不善。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那老太婆标志性的公鸭嗓在背地里喷我的粪：那个毒妇肯定不会来的，她巴不得我们死绝了，连亲儿子都不要，心狠手辣的女人不得好死。见状，我幽灵般飘到她身后，冷冷地说：放心，您这祸害还能活1000年呢，阎王爷都嫌你占地方，不收你。老太婆吓得嗷一声弹了起来，回头见是我，那张老脸瞬间扭曲成了一朵菊花，满是狰狞。她刚想发作，眼神却往床头柜那儿一瞥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立马调转枪口，指着门口那群人吼道：你来的正好，就是这群杀千刀的，把陈诺打成了这样，你快给我评评理。话音刚落，门口领头的一个中年妇女直接冲了进来，指着老太婆的鼻子就开骂：老东西，少血口喷人，大家伙可都看着呢，是你自己贪财不要命，拿孩子当挡箭牌，孩子是被你自己推倒的。病房里与婆婆互骂的妇女拉着我诉苦，说婆婆年轻时就勾搭她父亲，如今带前夫陈强来认亲，想卖掉王家祖宅分钱，他们坚决不肯。婆婆见索要无果，竟抱来孩子挡在前面，慌乱中推伤孩子，还反咬一口说是他们打的。弄清真相后，我心中对孩子的愧疚彻底消散。告别妇女后，我和父亲吃了顿安稳的年夜饭，彻底放下了烦心事。之后婆婆的电话不断，我直接将她拉黑。可大年初5，他们竟把电话打给了老实的父亲。电话里，儿子稚嫩的声音传来拜年，婆婆却在一旁教唆孩子要大红包。我夺过手机，提议变更孩子抚养权，承诺给孩子足够的红包。电话那头瞬间沉默，随后儿子哭着说想吃糖，家里没钱。我察觉不对劲，追问之下，儿子说出陈强被警察抓走的真相。婆婆急忙掩饰，说陈强去帮警察办案。我心知陈强胆小，定是犯了错，便托朋友打听，得知陈强因分不到房产，半夜纵火报复王叔的儿子，不慎被村民抓住，最终因纵火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王叔得知后也连夜跑路，与婆婆断了联系。周末我还是忍不住去乡下看孩子，远远看到前婆婆衣衫褴褛的捡破烂，儿子灰头土脸的找丢弃的零食，模样格外可怜。可当他们看到我，婆婆吓得要跑，儿子却恶狠狠地瞪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仇恨。原来婆婆一直给孩子洗脑，将所有不幸都推到我身上。那一眼彻底浇灭了我心中最后的温情。我转身离开，每月按时打2000块抚养费，算是对血缘最后的交代。1年后，大理洱海边，我和父亲惬意地坐着。这1年，我努力提升自己，工作连升2级，买了新车新房，带父亲四处旅游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掏出手机，删掉了与陈强一家的全家福，彻底告别了过去。我终于明白，最好的报复不是纠缠，而是放下过往，努力活成更好的自己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终得报应，
而我也熬过黑暗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。往后余生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好好生活，福气自会降临。